今天要跟你们分享一件蛮沉重的事。其实我一直在思考要不要讲这件事，因为它算是蛮私人的事情，但是同时我又觉得它很大程度的影响到我的心理状态，也因此会影响到我接下来创作的一些方向和动力，所以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件事情。就是我前阵子跟我交往9年的男朋友分开了，而且我们的分开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这个对我来说打击蛮大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开始让我重新去思考我对感情的期待跟我过去的生活方式出了什么问题。虽然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打击而且很难过的一件事，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这件事情对我的人生是很宝贵的，它帮我上了很宝贵的一课。其实我过去就是一个非常目标导向的人，我设定了目标之后，我就是很努力的去做。那我觉得这个个性或者是说这个做事的方法让我其实得到了不少成就，但是同时我觉得我也忽略了很多事情。这次的事件其实就让我重新去思考说，目标导向的人生好像也会出现很多问题。我觉得目标导向在工作上可能没有那么大的问题，但是在感情上，就是我这次遇到的事件，我觉得就是我这个目标导向的性格导致我不会去思考我当下跟他在一起我是不是真的快乐，或者是说我是不是真的一定要跟这个人走下去。我不会思考这么多，因为我觉得我过去已经付出了这么多努力，这么多年的时间跟精力，所以我就是想要跟这个人成功的走下去。我不会想这么多，我不会去想说我当下到底快不快乐，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应该是我未来继续在一起的另一半。因为我觉得我这个目标导向的个性就是让我去忽略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我现在不开心，但是说不定等他状态好一点或怎么样，我未来就会开心了。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一个有点单纯的想法，但是我当时就是这样想。就算我在这段感情中有不开心难过的时刻，我也是会觉得我就是要继续努力下去。我觉得这就是我后来反思之后发现，在感情上我同样的使用目标导向的这个方法来经营，其实是我觉得可能是不太对的一件事情。所以以后我觉得我应该要更多的观察自己的内心，自己的感受，然后更多的去跟另一半去做交流。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9年是一段非常长的时间，所以我跟他其实在个性上在想法上都慢慢的在改变。后来渐渐的有很多事情他没有办法理解我，我也没有办法理解他，但是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就是去找可以理解我这一部分的人去聊，所以我就是找其他的朋友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我并没有真正的跟他去面对去解决我们之间在沟通上在交流上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导致我们后来会慢慢的在心灵上越来越有距离，所以才会慢慢的出现后面这些问题。所以这次的经验也让我发现，两个人如果要很长久的陪伴彼此，认真的走下去的话，一定要有很深度的交流，两个人要很坦诚的讲自己的想法，不要把自己的想法藏在心里，因为对方不会知道你在想什么，最后只会导致你们的心灵的距离越来越远。另外一件我学到的事情就是，人生没有一定要照着你的计划走。我过去就是非常喜欢为自己设定目标，制定计划，觉得人生一步一步应该要怎么走，但是我甚至也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会想要这样走好像不知不觉的觉得我有一个想要的生活，那应该在现在这个阶段我应该做什么，下一个阶段我应该做什么，我都想得好好的。但是这个事情的发生也让我发现，人生的变数真的非常多，不一定会照你想要的方向去走。我觉得我现在正在学习，也正在努力的，就是了解到你可以做计划，但是
你要能够接受事情有变化，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很难受，是因为事情它不是照着我们想要的方向去走，然后你就会非常的执着，觉得原本可以这样子，为什么我努力了，但是事情却不是照着我想要的方向去走。那我现在学习到的是，我当下努力过了，那我就问心无愧了。接下来事情怎么走，我就是接受它，然后努力的朝着下一个我觉得更好的方向去前进。人生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样态，人生可以以各种方式让我去体验，所以我觉得任何事情的发生，我们都可以去用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它，所以不一定要执着事情一定要是怎么样的。这次的事情也让我体会到，所有人都有离开你的可能，不管是什么形式，都可能以各种方式离开你。所以我反而觉得要珍惜跟每个人相处的当下。其实我9年的这个前男友对我来说就像家人一样，那他突然的离开对我来说就像失去了一个家人，所以非常奇怪的，这反而让我开始觉得我想要好好珍惜那些还在我身边的每一个人。另外我体会到的就是永远都要好好的跟自己相处，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离开，所以在心态上要尽量保持独立，好好的喜欢自己，照顾自己。这就是我现在正在学习也正在努力的方向。那因为我现在不太确定接下来自己的状态会怎么样，所以我在这几个月的影片更新上可能会比较不固定一点，就主要看我的状态，可以的话我就会努力继续创作更多内容给你们。然后因为我现在重新反思我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我太投入在工作里面了，就是基本上花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上，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想要多体验一下人生，我想多去做一些我想做但是还没做的事情，像是我想要考汽车驾照，然后我想要学习骑摩托车，这些都是我很想做的事情。所以接下来我可能会开始去尝试一些新的事情，我可能也会把这些拍成生活的记录，变成 vlog 给你们看，这样子你们可以学一些中文，然后我又可以体验我的生活。所以我在考虑做这件事情。如果之后你们看到为什么 Grace 开始有很多 vlog， 不要觉得很奇怪，可能是因为我的状态还不太适合静下来做研究，所以我可能就是会多做一些不同的尝试。但是如果你是想要持续跟我学习中文的，你也不用担心，就是如果你是在我 Patreon 上面的会员，我一定会继续持续在上面更新，因为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我很热爱做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它是真正对学习者很有帮助的，所以 Patreon 上面的内容我一样会每天发布。所以如果你想要继续跟我学中文，也不用担心，我一样会继续产出好的中文教学内容，只是因为我现在的状态没有办法兼顾太多的事情，就如果我 YouTube 这边也要做很多影片很多研究的话，我可能现在的心理状态比较没有办法负荷，所以我现在会重心比较放在 Patreon 上面，产出 Patreon 的教学内容，然后我的生活上会有更多新的体验，我可能会把这些体验拍成影片，让你们练习中文听力啊，或者是学一些新的单词，这是我目前的想法。但是有可能我会突然很想要做教学的影片又开始做，也有可能我现在不想要局限自己，就是我想要做什么我就是会去尝试去做，看我当下的心情去做决定。但是想让你们知道，就是我这几个月可能会更新的比较不稳定啊，或者是影片的类型可能会有一点改变，那就想要让你们知道原因是什么，就还请你们多多包涵一下。最后就是我想要说，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真的非常的幸运，因为我找到了我很热爱的工作。我在教中文的时候，我在研究新的影片主题，这些事情都让我非常的快乐。虽然过程中也会有觉得很无聊或者是很累的地方，但是走这条路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的幸福，然后也遇见了这么多的你们。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我只想要看我人生拥有的，希望可以迎接更美好的未来。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期待吧，拜拜。